挑战海底40米潜水。他一会儿会问我一些数学题，看看我是不是会出现幻觉。水压是陆地上的5倍了，再想上来它比下去还要难。这是加勒比海上的一个神秘蓝岛，因为外观酷似眼睛，被称为地球之眼。但美丽的外表下却藏着一个15万年前的神秘洞穴。据说现在还存着我们未知的生物，被称为世界10大潜水圣地之首。传说只要能从这只眼睛下潜40米，就能看到远古世界。好奇心想让我去一探究竟。自从我们成为旅行博主以来，穿越撒哈拉大沙漠，探秘非洲活火山，翻越冰岛的朗格冰川，跟着巴辛土著人去狩猎，与南苏丹的巨人族成为朋友，还探索了也门的索科特拉岛。好像我们对神秘的文化和奇异的景观天生就没有抵抗力，总是有冲动想去看一看。而上一季防弹车穿越中东、阿富汗、也门、叙利亚、伊拉克、伊朗，每个国家听着就让人害怕，一路上心脏更是没离开过嗓子眼儿。不过正好训练了我本不强大的内心，幸好有夫人相伴，才能让我咬牙坚持下来。其实相比好奇心和胆量，我的身体一直算是拖后腿的，很少有涉及到极限运动。然而下一次出行，我决定勇敢一把，去美洲看看那些我们从来没见过的文化与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。我决定在出发之前提升一下我探索海底的能力。我来到了马来西亚，用了2天的时间考下了进阶潜水员的资格证。正在要挑战水下40米的时候，身体出现了问题。来了。你是不是还发着烧呢？没事，你先进来。你这个是不是属于潜水过动症啊？不是，就是感冒发烧了而已。我去，你一个人怎么住这么大地儿啊？这不你来了吗？专门给你订的。没必要。你吃药了没？没有呢。哎呦，药在那儿呢。赶紧先吃。可能大家不知道，纳兰都回去了，然后又专门飞回来，就怕我潜这40米出点事儿。不过啊，你放心，这点小病打不倒咱们中华好男儿。你就是爱逞能，赶紧先把药吃了。啊。你今天身体状况没问题吧？今天有点欠佳，这是我的教练啊，今天他保护我的安全，不然啊。但今天我不是全盛时期啊，这个早上起来突发状况啊，一早上起来5回，差点真的拉脱了。但是你这40米的话，是不是还是挑战有点大？吃了2个鸡蛋，顶住啊，兄弟们，一定顶住，加油！因为我们今天要挑战这个是我们休闲潜水的极限40米，底下的水压是陆地上的已经5倍了。说实话，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这个现在因为已经定好了啊，大家看我们是包船已经定好了，钱交了，我还是想去挑战一下，能成功啊就万事大吉，不行啊我会珍惜生命的啊，为我加油吧！兄弟们啊，在潜水过程中要是身体有问题，还真挺麻烦的啊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岛，上个厕所，这儿根本船就靠近不了。你们看看，完了这小哥们儿为了保护我，他跟着我一块儿去啊。但我距离岛还是这么远，完了脚底下是非常非常扎，非常扎脚。这去一次少说路程上得走1小时，从这个岸边走到船上，我觉得半个小时根本就到不了。Later， 兄弟们啊，刚才那个Brian教练跟我说了一下事儿啊，他要拿这东西测试我在水底的安全性。第一个，我们先看啊，红、橙、黄、绿、蓝、黑，我们记住这6个颜色，看一会儿会发生变化。第二个，他跟我说，他一会儿会不间断的去问我一些数学题，还要让我写名字，看看我是不是会出现幻觉，就是他们叫气体麻醉。一旦我出现了气体麻醉，可能就要紧急上升。所以大家一会儿监督啊，看看我做数学题的反应速度。数学题是不是现在不能告诉我？不能啊，不能啊，行啊，今天我的安全啊就交给 Brian 了。Brian说有可能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。对，我认为不可能啊，绝对不可能。
兄弟们，今天的这个潜水服异常的紧啊。OK， 这个就这么放着，便于一旦出现危险，直接扔了跑。还准备了手套，因为底下可能存在一些什么风险，咱也不清楚，先要保护好自己。越深越要小心。然后今天大家看阳光明媚啊，今天的海水异常的蓝，而且非常的清晰。我们找这个地方啊，合规合法，得天独厚啊。然后我估计应该40米应该也不会太黑，如果要赶上阴天下雨，可能40米什么光都没了。对，但现在应该我觉得还好，但我们也会有备无患带上电筒。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。这个深度必须要佩戴专业的潜水表。这个手表啊有一功能，它会提醒我下潜速度和上浮速度，一旦过快可能会有生命危险，它会直接报警。你看到40米的时候，我们周边就空无一人了。别上来，你们空无一人就行。没有，我们必须等着你们。好。我们手电筒呢，下到海里，我们打开了就不关，因为我们关了就可能你有问题了。哦啊 ，OK， 你开了过后，你如果 OK， 我们就打圈 OK， 好，或者是你可以这样 OK， 你这样子左右晃有问题。OK， 我们的气压表，然后看它有夜光的。哦，明白。夜光的。别紧张，到时候忘了。出汗了，兄弟们啊，出汗了。但是今天运气不错，天气非常给力。里边应该是能见度非常的高啊。今天会看到非常美丽的海底。来，穿装备了。你今天要突破双重考验，毕竟现在身体有点虚。毕竟咱不是专业的啊，兄弟们，这已经是在咱们这个普通人能达到的极限。我也是尝试，毕竟这把年纪了，是吧？我这个年纪，他这个岁数的，是吧？没事，你才20啊。好。我的氧气含量是200，大概220左右啊。这是我第一次做身体上的极限挑战。海底40米是普通潜水者的极限深度，大多数人看海底都是在7、8米，然而这个深度真的很美。海底15米是冷海与温海的分界线，从这里往下，明显感觉到水温急速下降。海底18米，这是初级潜水员的下潜极限，在这里，我们肺部的压力会是陆地上的近3倍。海底24米，大多数的深海美景都集中在这一深度。海底鱼风暴，奇特外貌的生物沉入海底的游离。当我进入沉船内部的时候，感觉自己进入了幽灵船，让我心里不由得生出了一丝恐惧。海底30米，这是进阶潜水员下潜的极限，而在这里，光线开始逐渐变暗。更让我震撼的是，消失的还不只有光。海底40米，这是普通潜水员能够触摸到的极限。即便有着深潜专长的潜水者，到这里也不能再继续下潜了。很多人在这一深度发生事故，出现幻觉、休克，甚至内脏出血。我的手表不停地发出警报。海上虽然阳光明媚，在这里也必须要开启手电。然而，这里的生物变得让我越来越陌生。你们知道鱼在头顶上游是一种什么感觉吗？脚下只有大型鱼类与鲨鱼，软体生物变得越来越多。这是什么生物的卵？哪位董哥说一下？这里的压力已经是陆地上的5倍，我开始感觉胸闷、头晕，呼吸变得困难。不过能到这儿，也就意味着我已经具备了探索地球之眼的基础能力。不过想要从这里再回到海面上，可不是一蹬腿直接上去那么简单。
由于下潜过深，时间过长，我们不得不进行分层减压，30米、20米、5米，长达20分钟，让身体里的氮气释放，否则可能会导致神经、血管、肺部、脑部的严重损伤，甚至死亡。为什么你们游了那么远？我们开好远过来找你们。哇塞，兄弟们啊，果然还得是40米，哇，太刺激了！不过风险确实有，差一点我就上不来了。我天啊！它那个氧气最后不够了，因为我们从40米往上走，不能一下上来，30米、20米都要停留，所以等到最后罚15分钟的时候，我的气压、氧气不够50了，就开始胸闷、呼吸困难。我第一次感觉到呼吸困难。天呀！哇塞，真的，在40米黑暗给我带来的心理压力还真是挺大的。但不管怎么样啊，兄弟们啊，40米深海成功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地球之眼，每周等着我，我们来了！加油，快上来！